大家请看这张照片，上面这个电阻是1欧姆，下面这个电阻是19.1 k 欧姆。大家可能会发现一个非常奇特的现象：为什么1欧姆的电阻会比19.1 k 欧姆的电阻要大那么多呢？我们这一讲解决这个问题。各位同学，大家好，这是电路原理课程的第6讲，我们来讨论一下电阻。那么在第一部分里呢，我们要介绍一下电阻和电阻的阻值。首先，电阻的符号是一个方块。那么就像我此前所讲授的那样，在西方的教材里面可以用折线来表示，这二者在我们的课程里都是一致的。在中学的课程里，大家学过了欧姆定律，但是呢，在上一讲我们仔细讨论了参考方向。如果说电压和电流在电阻元件上是关联的参考方向的话，那么于是我们有 U 等于 R 乘以 I。在这里呢，这个 R 是电阻的阻值，它的单位是欧姆。那么此处呢，我们要给出阻值的定义。阻值是指的一种物体，它抵抗电流通过其自身的能力。这种抵抗呢，导致了将电场的能量转换成热或者其他形式的能量。这是阻值或者说电阻的根本定义。那么具有阻值或者具有电阻的这么样一个器件，就叫做电阻器。这就是电阻和电阻器的定义。那么除了电阻之外呢，在我们电路课程里经常还用到的另外一个变量或者说另外一个元件是电导，它就是电阻的导数。那么类似的，在关联参考方向下，电流等于电导乘以电压 ，G 也称为电导值，它的单位是西门子。另外呢，对于非关联参考方向下的电阻来说，我们有 U 等于负的 R 乘以 I。从电阻开始，我们就会经常讨论某一个电气元件它在 UI 平面上的关系。对于电阻来讲，我们知道有 U 等于 R 乘 I。如果说横轴是电流，纵轴是电压的话，那么 U 等于 R 乘 I 毫无疑问就是 UI 平面上过原点的一条直线。它与横轴的夹角如果是阿尔法的话，那么很显然，电阻的阻值就是 tangent 阿尔法。在这里呢，我们给大家问2个思考题。第一个思考题是，如果阿尔法等于0，这是一个极限值，或者说阿尔法等于90度，这是另一个极限值，分别对应着这样一条线和这样一条线。对于电阻这个元件来讲，它们意味着什么呢？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刚才我们讨论的 U 等于 R 乘 I 所指的 R 值是正值，也就是说这条线是过 UI 平面13象限的。那么你可以想象存在着这样一个电阻，它是过 UI 平面的24象限的吗？也就是说存在着负电阻吗？请大家关于这2个问题进行思考。